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大家好，我是夏白。大家肯定在 wonder 我会不会回来呢？好吧，那我再回来一次吧。有可能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是在我出发瑞士之前，也有可能呢，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是我到了浦东国际机场，就是在登机口前，就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给你们发啊，这个完全看我的心情。我今天说句实话，也是应各位网友的这个要求，就是硬性拍了一期。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跟你们交流的了。那如果说一定要再选一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我想说一句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话：我过了极好的一生。首先从幼儿园开始，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老师眼中的唯一的宠儿。我的幼儿园老师在我离开幼儿园的时候，还给我就是写了一张贺卡。这个贺卡是这样的，正面是他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是他的一张预照，然后反面的密密麻麻写的文字，它上面说：就喜欢你那忧郁的眼神看着窗外，就喜欢你那广博的知识，你就像那10万为什么，只要我提的问题没有你不知道的，然后只要你怎么就喜欢你的这样，就是喜欢你的那样。我至今都记得那张他给我写的情书。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我还记得之前有跟你们说过一个我的年级组长到我家里来要求我和我班主任数学老师道歉的事儿嘛。我不是说后来他给我道歉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觉得我很调皮，知道不？我一直就个调皮的小孩，然后在我如此调皮的情况下面，他还是很喜欢我，每天中午拉着我到他寝室去看电视。但是有一次呢，可能我调皮的他受不了了，他说：听说你爸爸也是有名的数学老师，怎么就不管管你？谁敢说我爸呀？我立刻生气了，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爸可忙了，每天要批改很多作业的，哪像你这么有空，天天拉着我到你寝室看电视。又是的，凡是被我说过的老师，这个脸都会呜一下都会通红，知不知道？然后但是他后来给我道歉了，因为他有在区里面的这个数学家会上遇到我爸爸，我爸还教育组长嘛，他就说我见到你爸了，对不起，我说错了，你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然后我的语文老师也很喜欢我，经常喜欢引荐我的写，就是作文去，不是那个时候有什么什么全国什么重点中学什么作文这个文合集啊什么之类的，对，有被入选过一两篇文章。然后呢还特别喜欢被语文老师就是叫起来读诗朗诵啊，做旁白啊。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全班也就我看了钱钟书的《围城》吧，那是很早以前，那个时候还很多都不知道这本书，甚至是这位学者。然后我的老师呢要我上台给他做一个演讲，我的脾气又来了，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钱钟书性格就是说是淡泊名利，甘做冷板凳嘛？他需要我给他做宣传吗？不需要呀。他要知道我给他做宣传，他还不高兴了呢。然后老师说：“你看看你这个孩子，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有一次呢，我在就是中学的时候，在课堂上无聊嘛，就跟别人传纸条，纸条传到了，好了，交到我的班主任那儿。然后班主任非但没有骂我，就是那个数学老师嘛，他非常开心的看了纸条，他说：“哎呀，这个纸条上写的是往事如烟而逝。”他说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日记里面写的第一句话吗？他说你当时也背得很清楚嘛。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老师你文采飞扬啊，这句话写得多好，我当然背下来了。所以他就没有责怪我在上课传字条啊，反而觉得说我记住了他这个写日记的首页的就是第一句话嘛。所以我还想再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在中学其实也有一段我觉得是恋情吧，
但是跟女孩子。那个时候因为八运会的原因，就是隔壁班的女孩子叫李敏华，她坐在了我旁边。当她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中国古代诗女的美女从画卷上走出来，那么的秀气，那么的典雅，那么的端庄，有点像林黛玉，我觉得。然后她字写的那么的漂亮，上课那么的认真。我平时其实吊儿郎当的，但她一坐到我身边，我的心就扑通扑通跳，然后我就开始装逼了。老师上课讲所有内容全部都拿出笔记本，认认真真的写，然后这个回家作业认认真真的做，然后在他面前不苟言笑，就这样非常挺拔的坐着然后也不敢乱开玩笑什么之类的，我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太美了，太美好了，我只能远看，不能够近观的那种嘛。然后呢，他也不咋跟我说话。那我在想说，到底是女生很高冷的，对吧？我们在一起已经每天都坐在一起了嘛，同桌都没怎么交流过。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八运会结束了，我马上圣诞节了，然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张贺卡，贺卡里面他给我写了整整7页的情书。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自从你坐在了我的身边，我就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每天更加发愤图强的学习，生怕跟不上你，生怕配不上做你的同桌。然后你每次在那个升旗的那个大会，因为我是升旗手嘛，会说一些 speech 什么之类的。每次看到你就是升旗仪式的那个演讲，我的心也会扑通扑通跳，我也感到很骄傲。还有每次我们在那个走廊擦肩而过，你总是那么一副毫不经意的这样看着我的一个眼神，就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同桌。我的心里面就又是非常的欣喜，又是非常难过。我好希望你能够跟我打个招呼，但是我又不敢跟你主动打招呼。其实我当时的心情也一样啊，我也好想跟他打招呼，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抓住了他的芳心。所以后来回去我这心跳的扑通扑通，然后我回去立刻也给他回了一个7页的情书。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一生真的就是 receive 了很多很多的爱，不是说是只是男人的爱，包括女人的爱、长辈的爱、老板的爱，各个层面人的爱，包括陌生人的爱。我还记得跟你们之前我和你们说我在新加坡国立就是那个天蝎座的那个鱼男嘛，就是说拿他失去了他的处女之身来威胁我。但其实他有很多对我很好的地方，我至今都挺感动的。因为当时我突然不想就是做正经职业了，我想做演员。尽管我觉得我长得不够漂亮，但是我相信我的演技通过磨练可以演一些比较有这个生活阅历的一些角色。然后我当时就不去投那种正经的简历了，我天天都在 casting， 我不知道 cast 了多少个 commercial， 还有一些什么这种就是新加坡一些什么大学自己要拍的一些短剧什么的，全部都被拒绝了。只有一个成功的，对，只有一个成功的，一个 commercial 成功了。然后当然我在里面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一个角色。然后但是他当时他没有打击我说，你个好好的 MBA 当什么演员呢？他说沙白，只要你想做的，我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一定会支持你，你别怕，我一定支持你。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的一个网友他问我说，什么样的人你才能谈恋爱嘛？我说了很多很多要求。第一，他要就是说有心来陪你，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你，要够主动，对吧？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无条件支持你做的所有的事情，给到你赞美，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你，而不是说你身上有这个那个优点。这个我之前有说过。当然我还非常幽默的加了一句，就是说每次跟你就是啪之前都会主动带套的男生才值得托付终身。好了，我又讲岔了。然后我还想讲一下我的爸爸，虽然之前已经提过他无数次了，还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爸爸小时候宠我的细节。就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我不是有练那个电子琴嘛，然后呢练到一个挺高的级别，我妈就觉得说应该继续练，我不想练了。然后我爸就说，小孩不要练嘛，就不要练，他想练你就让他练，他不想练你就别让他练我觉得我爸说的很对。因为后来当我自己对钢琴产生兴趣的时候，他又帮我重金买了一台钢琴。然后自从我自发的对钢琴产生兴趣之后，我对钢琴是真的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给肖邦写了很多情书，放在我的琴凳下面。
自己自发的，就是说学钢琴的这个欲望战胜了一切的时候，我的琴就自然就弹好了。然后有的时候我周六周日喜欢睡懒觉嘛，喜欢睡到下午1、2点，一般的爸爸妈妈都会骂我的。但是当我妈要叫我起床，叫我小懒猪的时候，我爸就会用上海话说：“哎呀，小人有困觉啊，不要去叫伊啊，叫伊做啥啦？小人也困觉就小人要困觉就让伊困觉，哎，晓得吧？”还有包括我大学的老师也都挺欣赏我的。尽管我的性格桀骜不驯，谁都不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几个老师还蛮欣赏我的划分，奇特的划分，以及我的一些若干写的一些论文、一些文章。然后我的第一任老板呢也对我非常好，就她是个女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入职没有多久时间，她就帮我申请去加拿大，因为她想叫我就是做陪同翻译嘛。结果第一次呢就是说申请失败了。但他就动用关系啊，又帮我申了一次。虽然说我到达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魁北克玩了一圈，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只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那个多伦多那儿嘛，但也玩得很开心啊。然后我那一路上也没怎么翻译啊，就翻译的工作非常少，主要就是玩，和他的那个朋友的女儿在那个加拿大玩。你看我运气多好呀！然后呢，我那第一任老板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哎呀，上海话就是搿小人哦，人老实哦，真的老实的，真的，知道不？所以说做自己是有好处的。这种老奸巨猾、商场就是说历经百战的这种非常世故的老板，就是喜欢像我这样单纯的孩子，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跟我在一起不需要再勾心斗角了，所以做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吧？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喜欢拍马屁的。如果说你遇到一个拍马屁的、喜欢拍马屁的老板，并且你拍马成功，你也未必有我这样的条件。人家主动第一次才入公司没几星期就带你出去玩了一圈，对吧？你也这种好事也轮不到你。还有包括我上一任的老板嘛，就是一个上海市著名的一个英语机构的老板，也是虽然我经常跟2位老板的其中一位发生争执，但是另外一位老板总是柔声细语的劝我，然后总是安慰我。Really feel very thankful for all these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接下来呢，我又遇到很多对我非常好的学生。之前我也说了，我的双生灵魂还给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然后呢，当时我5年前狼疮爆发的时候，我跟他关系还很好，他甚至提出说愿意捐之肾给我。你要知道，连亲人都不愿意捐的。但是他至少在当时现在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跟他关系没有那么好了，他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我觉得我就很感动。其实还不止他一个学生，在我5年前爆发的时候有提出说要捐肾给我。我觉得我是不会要他们的肾的，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有愿意就是捐给我肾的这样的朋友，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觉得不往这个人世间走一遭。包括我觉得我创业初期也有遇到很多贵人我并没有非常的卑躬屈膝的去求别人要给到我单子。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也确实在原来积累了一些学生缘，对吧？但是你也不能够老吃原来的那些生源，你还要得拓展新的生源那有些中介公司的中介呢就比较势利，他一定要你塞点钱或者是给他点好处。但是呢，就是我就有遇到非常无私的，我认为是仅仅因为喜欢我而喜欢我的一些中介老板，非常无私的帮了我，给了我很多生意，让我在生意就是做生意的第1年嘛，就一下子就也没受什么挫折，就这个钞票就滚滚而来，就做得非常的顺，也非常感谢，非常的感谢。我还遇到过朋友，比如说在新冠期间，我和这个我租房子的那个就是园区他们那个租房的那个人物业发生了冲突，他们非常不讲道理，就是不肯把这个钱退给我，新冠嘛。然后我那朋友愿意带他的兄弟出去闹，虽然说最后没有闹，但是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愿意为我两肋插刀的兄弟，我也再次感谢一下。然后在最后这2个月，虽然说我缺乏了母亲对我的关爱，但是我找到了比我亲人更亲的亲人，他不仅天天就是叫他家的阿姨给我送晚饭，而且还为了我的这个肾的事情到处奔走，还帮我约了日本的医生，还帮我到
就是人济医院里面去看看能不能通关系，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我觉得我很幸运，这一路都遇到了对我特别好的人。回顾这一生，我觉得我不枉此行了，也祝大家不枉此行。拜拜。